我在这里发现了一群台湾的志工，台东的朋友，马拉桑，哇，这些都是以前的座位耶。他们是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分班的耶。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，看到泰国北部的这些华文教育啊，其实都是感触很深的啦。坤沙，坤沙，骑马的坤沙，放下屠刀。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现在树林还是很多，可是我可以想象以前是更多的。实验室不知道在哪里。哎呦！What's up, YouTube？ 欢迎来到 Cookie 讲业门。我们已经正式离开美斯乐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到满新蝶。美斯乐到满新蝶呢，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。这个山路是弯弯曲曲，非常难走。满新蝶呢，我应该只会拍一个影片啦，目前规划是如此。我们就重点在讲满新蝶跟坤沙的故事，毕竟满新蝶这个名字也是坤沙取的。今天的影片应该就是在满新蝶吃个午餐，然后拍一下坤沙纪念馆，然后讲一下坤沙的内容。目前规划是如此啦，但是影片最后的走向是怎样也不知道。我每次都讲说，那我就简单拍一下坤沙的那个内容，但是每次简单讲都是话痨，讲很多。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入满新蝶村，过了这个就是满新蝶啦。满新蝶，哦，一进去就有 7-Eleven 了，哎呦，还不错。我现在在满新蝶的大同高中，然后这大同高中呢，现在在盖新的校舍，感觉这里比美斯乐的大很多哎。关于坤沙的故事，基本上我以前做过一个影片，大概3年前。那如果想要看坤沙故事的话，右上角都不知道会不会放，你们搜寻一下吧。我在这里发现了一群台湾的志工，嗨，台东的朋友，马拉桑，你们这次来多久啊？1个月。哦，好多。我也是来1个月，可是我是从马来西亚开车到台北，再开回去1个月。对，那马来西亚车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就是神经病啊！开了3000公里，来回6000公里。台湾南基隆到垦丁多远？然后结果，你的伙伴应该是400多啦，你帮忙。没有，不敢。你们先忙。这里就是他们的校舍。这个学校是坤沙出钱盖的，他很重视华文教育，然后也是繁体字。但是关于繁体字还是简体字，我已经拍过很多影片讲了，所以我就不再讲我的观念跟态度了。哎呦！他们是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分班的耶，而且4年级可能有好几班哦，全部都是繁体字，可以看到吗？满新蝶大同高中2024年期中考试时间啊之类的，这个是他们上课的时间，然后他们也是下午4点半，就白天在泰文学校上课，下午再过来，4点半到7点半。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，看到泰国北部的这些华文教育啊，其实都是很感触很深的啦，就是不容易啊。因为我们华文教育也办得蛮辛苦的，现在当然是大家感觉很简单很轻松啊，可是以前都是很辛苦的。然后这就是这边的小朋友啊，骑摩托车不用戴安全帽，不用驾照，都跟我以前住的地方啊很像。必须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坤沙是很反共的啊，他就是不喜欢共产党。那个是60年代的事情啦，不是现在的事情啊。大家不要把60年代的东西拿来这里讲啊。那时候啊，没有 iPhone 啊，没有网络的啊。如果你一直想讲说一个人60年前是怎么样，然后他现在应该怎么样，我就觉得你活得好辛苦哦，对不对？大家活得现实一点好不好？这个校舍真的很大。我相信这个都是几年前就盖的，肯定是坤沙出钱啦。
哇，这些都是以前的座位耶，保留到现在耶，就是小孩子坐在这里，然后那边上课。我觉得我先稍微讲一下，就是罂粟花鸦片这件事情。基本上种鸦片是英国人在缅甸先搞的啊，反正妈的就是英国人，哎呦喂呀，每次讲美国人、英国人就很讨厌了。他们呢就是在印度种了鸦片，然后后来殖民了缅甸，发现缅甸呢种鸦片很好种啊。第一个鸦片它需要高山，日照时间长，然后开果实的时候呢不能下雨，然后温度日夜温差要大。这个听起来像跟咖啡很像。所以英国人在1820几年就在缅甸开始种罂粟花，种了之后呢就输入进中国啊，就清朝的时候。也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第一次鸦片战争。那个时候最大宗的鸦片生产国还是在印度啊，印度东边，不是在缅甸啊。慢慢的就是英国人靠着这个鸦片啊，搞东搞西啊，把清朝都搞垮啦啊。那坤沙就是他这很后面啦，很后面，他是1930几年出生的嘛，他在1960几年才开始。在缅甸地区啊，1950几年、1960几年的时候开始在缅甸地区慢慢兴盛。这个地方据说没有种鸦片啊，这个满星蝶这个地方，它是在缅甸种，然后再运过来。因为你要种鸦片，你不是讲说我要种，我5年后就可以有结果实的，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而且要有人会种。通常种的呢都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啊，就是少数民族，所以理论上。这里是不种鸦片的，满星蝶这里啊，满星蝶这里呢是制毒中心。为什么是制毒中心呢？又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啊，反正就是坤沙他在缅甸就是被通缉啊、被搞啊、被抓啊，然后他们用的苏联的2个医生把他救出来之后，他的那个军师啊就觉得缅甸不能待了，他们要住在山里面，山里面比较安全。你们看那个巴布罗啊，就是美洲那个南美洲那个巴布罗，他们也是在山里面制毒。那到底在山里面哪里呢？不知道啊，那时候是不能给别人知道的。你们看一些港剧啊，他们都是蒙着眼睛坐着马啊，然后之后把它送到一个地方。制毒中心就是会一直换，会一直换。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讲坤沙住这里啊，你敢笑他？大毒枭那时候可能住在山里面，一年赚800万美金的人，80年代、70年代800万美金哦。是不可能住在这里的。想说坤沙住在这里，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很幽默。还有出一个品牌叫双狮彩地球，纯度高达99%，做 branding 啊，他做品牌啊，他。美国人在70年代的时候只是抽大麻，没有碰海洛因，没有碰可卡因。海洛因跟可卡因，我记得我有做过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过，反正就是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是麻痹神经，一个是麻痹什么，我有点忘了。对，反正就是2个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东南亚这里是海洛因，中美洲那里呢是可卡因啊，巴布罗是可卡因。坤沙就越来越有钱了，自我膨胀了，军队也很多啊。1993年宣布建立3班共和国，可是人不能飘啊，你在卖毒品啊，没有人会管你啊。你真的宣布建国，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嘛。缅甸军啊、泰国军啊，还有美军啊，就美国就找到一个借口了。你看那美国人就是烂了啊，然后缅甸跟那个泰国就开始围剿他，到最后就是投降了，然后到最后就住在仰光啊。虽然制毒地点呢是在泰北，就是在满星蝶这里。因为在山上，你们不要看这样子啊，以前没有这样子的，以前全部都是山来的，全部都是山，看不到你在哪里制毒的啊，你的工厂在哪里，没有人看得出来的。罂粟花不是在泰北这里种植啦，就是种植这件事情啊，不是3年5年就可以搞定了，大家就不要异想天开啦。你们试下在你家门口种个香蕉树，看几年才可以采到果实，是好吃的、高品质的啊！在你们家门口试一下种山猪、种榴莲，试一下，没有几年啊，种稻米啊，种植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，真的。反正坤沙就是世界毒王啦，后来就被关在缅甸了，然后就过世了
这就是昆沙的故事啊，满星蝶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到以前昆沙的基地了，这里跟我想象中是差不多的，就你可以看到很多树啊，这里就有很多树挡住啊，都是挡住的高树啊，这样他们才不知道在这里制度，这跟我想象中是差不多的。大家香港电影看这么多，应该也知道啦。这里是讲说他们是训练士兵的地方，还是他们的住宿？应该是住宿吧，就是住在这里。哇哦，小小读书不用心，不知书中有黄金，早来忍得黄金贵，高点明灯下苦心。哦，哇哦，放下屠刀。这个阿姨就是等下帮我开门进去里面看，他们基本上没有在顾没有在维持，有点可惜啊。我觉得其实可以当做反毒的基地啊。这个就是他们那时候1976年到1982年他们的整个环境大概是这样子。平时锁着的。昆沙。昆沙。这里有一个地图啊，来讲解。西伯拉丘当阳。我听听不讲什么。那这个是骑马的昆沙，他们就在这里养猪啊之类的，然后昆沙偶尔就会来看这些小弟小兵。这里应该也是睡觉的地方，床。这里没有很久啊，这个地方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还有人的。哎呦！吓到我！我们看，这个就是有人会在这里祭拜他，吓到我，很像一个真人哦。应该是平时在这里宴客啊，就开会讨论东西就在这里。Sleep here？ 昆沙睡。睡 here？ 昆沙。Sam？ 真的假的？他的床垫到现在还在。这个应该是他的厕所。昆沙用过的马桶。这应该是以前祭祀他的祖先啊，应该是。这应该是保留着以前的风貌了。然后这边就是他们聊天啊、喝茶的地方。这里跟我想象中是一样的，就像刚刚影片提到的，它就是应该在森林里面。当初就是不要被别人发现他们在这里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现在树林还是很多，可是我可以想象以前是更多的，然后绝对不止这里啦。那个实验室不知道在哪里这肯定是有实验室的。昆沙有一句名言，我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反驳的。他的意思是讲说，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主动有人要去买的。我的讲法进来，我们以就是今天的情况嘛，你把武器给了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去炸医院，去炸小孩子，去炸那些学校，一次死了几百个人，可能上千个人。这跟他毒品比起来，是谁才是恶魔？但是你没有办法反驳的是，毒品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，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家人啊，一个社会。然后你的炸弹崩下去几十秒，整个社会就完蛋了。反正都不好啦，都不好啦，不要碰毒品啦，不要碰毒品啦。昆沙的那个论点，我基本上也不太能认同啦，只是我没有办法反驳而已。因为说真的，他真的不是主动要求别人吸啊。对，昆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部队里面是不能吸毒的，吸毒就是有3次机会，2次机会，第3次就是咔咔了。因为他知道毒品可以把满清就直接灭国
对啊，连慈禧太后都在抽。如果你有去美食乐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过来这里看一眼。哎，我说最后一件事情，我刚过来的时候是下雨啊，那个山上的下雨啊，虽然开车比较难开一点，可是真的很漂亮。我觉得这里啊，你住个一两个礼拜啊，会很舒服又好睡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为止，喜欢这个影片就看到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非常看到麻烦，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